前列腺癌发现就是晚期。叶定伟教授，50岁以上最好每年检查一次。癌症令人闻风丧胆，肿瘤在活体器官当中膨胀，最后控制整个人。具体来说，我们的身体里出现了叛军，它们就是癌细胞。它拥有强大而邪恶的力量，生长速度极快，不断侵犯身体里正常工作、维持机体正常运转的健康细胞，发誓要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攻下城池。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，让我们逐渐明白和了解到，越来越多的疾病在我们尚不以为然的时候，就开始慢慢发展，偷偷潜伏。在它赶露出端倪时，我们才会发现，可惜已经为时已晚。最典型的就是癌症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，包括大肠癌、膀胱癌、肺癌、前列腺癌等等。起初，它们可能会有一些难以让人注意和判断的小征兆，也正是难以判断，所以我们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，等待我们的只剩下无尽的痛苦和死亡。但是也可以避免悲剧，为我们生活的质量留下一条可以回头的道路，那就是定期的医疗检查。今天以前列腺癌为切入点，给大家介绍。前列腺作为生殖器官，很多女性可能对此并不了解，因为前列腺是男性独有的生殖器官，而且这个特有器官的疾病让许多男性备受折磨，尤其是前列腺癌。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，前列腺癌发病率居高不下，位于男性恶性肿瘤第2位，仅仅排在肺癌之后，它是男性健康的绝对杀手。小村庄的赵大爷今年76岁，风吹日晒了一辈子，身体一直健健康康，除了有点血压高以外，没有什么大的病。这天却在儿女的担忧当中进了医院的 ICU， 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过，查出 PSA 数值高达11 nmol， 而正常的值仅仅在0到4 nmol， 高出了近乎3倍。经过活体组织病理学检查后，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。原来赵大爷之前有排尿困难、尿频、血尿等泌尿系统症状，一生吃苦耐劳，这些症状带给他的问题，在赵大爷看来属于可以忍受的范畴，所以一直没告诉孩子们。赵大爷也没怎么读过书，对某些疾病的了解知甚少，所以久而久之，赵大爷习惯了，肿瘤也形成了，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我国社会中像赵大爷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不在少数，了解它的总体特性很重要。1. 前列腺癌发展速度快，死亡率高，筛查少。发展速度快。调查显示，前列腺癌在欧美国家的发病率非常高，与之相反，包括我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发病率数据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骇人。可是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年龄的延长、餐饮方式的变化以及诊断技术的不断提高，让我国的前列腺癌发病率不断攀升。在知名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叶定伟教授的解释当中，我们得知，在这10年以来，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增速之快，是在亚太地区前所未见的，可见我们国家病例增速之快。以我国比较繁盛的上海市为例，在10年前，前列腺癌只排在男性恶性肿瘤的10名开外，最近的数据显示，它已经成为男性恶性肿瘤的第4名，超过了肺癌。预计在未来的10年内，它会跻身该市男性恶性肿瘤榜单前3。2. 死亡率高，存活年限少。而且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，虽然发病率低，但是癌症的患者的死亡率、治愈率和存活年限却不容乐观。在2018年时，我国前列腺癌新发患者占全球患者的比例仅为1:10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的患病率为1/5，彼此之间数据相差悬殊。但就死亡率这方面来说，就令人大跌眼镜。我国死于前列腺癌的病例占全球前列腺癌总死亡率的1/4，美国仅仅占到了不到1/10的概率。不仅是死亡率与别国形成反差，存活率、存活年限也与别国有距离。美国前列腺癌5年存活率可以高达95%以上，日本的前列腺癌5年存活率更是可以达到98%以上，我国仅有60%左右。3. 筛查少。简单的数据背后是我们不忍发觉的真相。原因1，我国科研与医疗方面终于兴起，但是那些高龄的老人出生于国家刚刚步入发展的年代，大部分人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，他们在高速发展的年代不小心落队了，有自身的局限性，被时代抛弃在后。原因2，
因为前列腺是属于男性生殖系统，而且前列腺的位置也让一些高龄老人羞于谈论这件事，检查时或许会暴露隐私，落后的思想观念更让大家对此避之不及，不愿意面对。叶定伟教授曾说，与世界各个国家相比，我们国家更多的前列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是进展期，而在大西洋的彼岸，超过90%的前列腺癌是通过早期筛查和检查发现的，且相对于我国来说，筛查标准更严，造成对于疾病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充分，加上不明白前列腺癌症的有效避免方式就是定期检查，进行筛查，所以常常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。如果合理的安排检查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，如果有越来越多像赵大爷这样的人能够做到这些，或许今天也不会是这个结果。不仅是赵大爷，南非总统曼德拉、股神巴菲特、传媒大亨默多克、台湾作家李敖，提起这些鼎鼎大名的业界大佬，大家一定耳熟能详，但是他们都有不为人知的隐晦，都是前列腺癌患者。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到这些大人物，前列腺癌对待他们一视同仁，没有区别。这些年来，前列腺癌在我国以每年10%的速度不断攀升，对男性的身体造成越来越大的隐患。所以，男人要想护好自己，必须有对该疾病的正确认识，有对付在我们器官内肆意妄为的恶性细胞办法。2. 为何会得前列腺癌？ 1. 前列腺的形态位置。前列腺在男性体内的生殖系统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，它形如栗子，大小也差不多，呈倒立形。前列腺上端挨着膀胱，下端与尿生殖隔相邻，前面是耻骨，后面是直肠。它在泌尿和射精方面都起到一定作用，尿道和射精管都在其间通过。当前列腺出现一些病变的时候，就会影响到这两者功能的正常运转，使得患者非常痛苦。2. 前列腺癌的病因。前列腺癌的病因并不确切，但是肯定与下列因素有关：不健康的饮食，比如喜欢吃高动物脂肪饮食，长期饮用白酒；紊乱的生活作息，过早的性活动频繁；基因遗传也是疾病发生的一大重要因素。前列腺癌就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，它往往好发于50岁以上的男性，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。80到90年龄段为最高。大爷的饮食习惯并不好，家里条件变好以后，常常吃肉配白酒，并且赵大爷的同辈兄弟也有患前列腺癌的人，说明赵大爷的疾病与饮食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。根据最前面的社会资料介绍的前列腺癌的总体特征所说，那是否前列腺癌一发现就是晚期了呢？3. 早期有症状吗？发现就是晚期了吗？前列腺癌是一种相对惰性的肿瘤，病程发展很慢，在早期常常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表现，但是会有一些尿频尿急的小问题，需要注意起来，不可以不当回事。这很可能是前列腺癌肿压迫到了尿道的原因。越到后期，尤其是癌肿转移后，症状越明显，它会侵犯周围组织，例如膀胱、直肠，这时症状就会表现出来，产生血尿、便血。同时有明显的排尿困难，慢慢的侵犯淋巴，以及发生骨移植，一旦到了晚期就很难治愈，所以要早发现，早治疗。当然，如果在癌肿发展早中期，经过体检等各项检查发现硬块，并且处理得当，还是有可能避免的。所以前列腺癌一经发现就到了晚期，主要还是看能否及时筛查后正确处理。由此看来，男性到了某个年龄段，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健康是非常有必要的，能够有效预防前列腺癌发展到后期。4. 50岁以上男性应该每年一次 PSA 检查。防治前列腺癌的关键就在于筛查，所以在前列腺癌最容易出现的年龄到了的时候，广大男性就应该有意识去做一些检查。前列腺癌常用的检查有体格检查、实验室检查，还有影像学检查。1. 直肠指检属于体格检查，顾名思义，通常由医生进行，把手指伸入肛门，进行前列腺的触摸，检查有无结节，如果有的话，还需感受硬块的大小、质地等。但是直肠指检唯一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隐私部位在检查时暴露，患者常常觉得避讳介意，而且害怕产生疼痛。2. PSA 检查
它是实验室检查只需要简单的一项操作，抽血检验。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，也就是 PSA 是前列腺癌的重要血清标志物，正常参考值为0到4 nmol。当前列腺癌发生时 ，PSA 常有升高，与体内肿瘤负荷成正比，它的筛查也就可提示前列腺癌是否存在。我国的标准是 PSA 明显升高大于10 nmol 的时候，高度提示有癌种的存在，是临床上运用最多的前列腺癌筛查方式。还有用影像学的检查，包括直肠超声检查、磁共振、CT 等等。由于考虑到直肠指检，很多人在意隐私，心存芥蒂。影像检查的问题是费用较高，不适合普通人年年去做一次的经济能力。相对来说 ，PSA 只需要简单的抽一次血，更加方便，痛苦感更小，准确性更高，费用也适中。给广大50岁男性普及 ，PSA 筛查可以有效的提高检出率。尽量1年一查，尤其是有家族遗传的人群，发现早期前列腺癌，尽早治疗，延长生命，提高生活质量。而赵大爷也相对比较幸运，癌种还没有侵犯到其他器官，在医院进行了长久的治疗，病情慢慢好转，日子一天天变得更加有盼头。